以色列总理或将于7月访华，其实来不来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麻烦了。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最近有一则消息被炒得火热，说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份访问中国。那么经过查证我发现这个消息最早是出自于以色列时报的一篇专栏报道。该报道声称，由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的，事情说完了，那么说下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在我看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能否成行，目前还是未知数。因为在最近一次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那么从我国外事部门的表态来看，并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这件事情。因此，关于以色列总理能否访华，可能两国还在背后磋商，所以一切以官方的表态为准。那么把话说回来，就我个人而言，以色列总理能否访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所透露出来的信号对于美国来讲很危险。以色列时报并不是普通的花边小报，某种程度上是以色列政府对外宣传的渠道，所以该报能够将内塔尼亚胡访华的消息透露出来，是想给谁看呢？毫无疑问，这是给美国政府看的。为什么说是给美国看的呢？要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得先梳理一下近期中东发生的一连串大事。大家都清楚，在中国的调解之下，沙特与伊朗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为此产生了连锁反应。就比如在沙特的首肯之下，各大阿拉伯国家纷纷与伊朗重新恢复外交关系，又或者是加强双边合作。那么整个中东地区罕见的出现了大和解的趋势。中东大和解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讲是一件大好事儿，毕竟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只是分属于不同的派系而已。过往因为各种原因，伊斯兰教下属两大派系厮杀不断，而现在两大派系全面和解，自然能够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能够带动中东地区的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对以色列而言却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中东各国与以色列有着天然的矛盾，不仅宗教理念不一样，还曾经发生了5次战争。现如今两大派系的领头羊和解了，内部矛盾缓解，自然会一致对外。那么在中东地区非常另类的以色列便成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以史为鉴，现在两大派系和解，以色列的领导者肯定会充满危机感担忧中东各国再来一次针对以色列的中东战争。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高层必须考虑找外援，而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外援就是美国。只要美国能够重返中东地区，以美国称霸全球的武力，中东两大派系合流所带来的危机自然能够迎刃而解。结果呢？因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交好，拜登政府就把党争上升到了外交层面，与以色列的政府划清了界限，并且还公开放话，短时间内不会邀请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要知道，邀请新上任的以色列总理访美是美以之间友好往来的一种默契了，而现在这种表态等于是向以色列泼了一盆冷水。此外，由于中东大和解趋势的出现，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出现了将美国赶出中东地区的呼声。在这种局势之下，美国为了稳住他在中东的利益，开始频频地向阿拉伯世界抛媚眼，甚至有出卖以色列的意思。所以内塔尼亚胡只能寻求其他大国的帮助。然而除了美国之外，有资格、有能力、也有余力插手中东局势的国家只剩下了中国，而这或许也是他想要访华的真实原因。所以我认为在中以两国还没有确定好内塔尼亚胡行程的情况之下，以色列时报把这件事情透露出来，某种程度上是在给美国压力，或许也是代表以色列高层向美国吹风。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美国不愿意帮助以色列渡过难关，那么以色列只能找中国帮忙了。而这种信号对于美国而言却是最为危险的。如果美国认为以色列没有胆量和他完全翻脸，就因此决定放弃以色列，而中国却成功的调解了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世界或将迎来新的格局。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聊。